西洋风云变幻莫测，这不是挺平静的吗？连浪都没有。没浪，就是要有浪啊！你们看，要起风暴，快发出警报！ All right, gentlemen, let's beat the wind. Sailing the ship. Move, move, move! You come with me to the control room! Everybody else in the cabins! Attention！ 小家伙，你的骨头没问题，不会影响到你教我写毛笔字的。In honor of your courage and spirit, Admiral Laura Shun has decided to present you all with a special award for bravery. Congratulations. 过了大西洋就到英国了，
咱们这次整整绕了地球一圈。也不知道邓世昌他们怎么样。临离开美国时，我给邓大哥发了封信，告诉了他我们在美国聚会的事儿。低等翘首以盼，共将铁甲巨剑，重复云岭江之滨。大人，我想借您这本书看看。可这是本英文书。我想学英文。好，有出息。我想学会用英文写信。给詹妮。我上个月写了一封，但没敢寄出去。为啥？怕丢人，上面的字全是问人和查字典凑上去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能查字典？你这中文才学了1年多，连英文字典也敢查了？什么动力这么强大呀？来给我看看。我不好意思给您看。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放心，我替你保密。拿给我看看。哎呀，行啊，会写情书了，还是英文的。哎，你这封信啊，幸好是没有寄出去啊，要是寄出去了，他也收不着。啊，看这儿，这写错了一个字母，这可就寄到南极去了啊！这真难想象，这南极的企鹅要收到一封中国水兵的来信，会不会游过来找你啊？啊？行，去，把纸和笔拿过来，我替你写。那太谢谢了。不过，写归写，就是礼貌而已，别太当真了，不现实。留着这个美好的感情，埋在心里就好了。明白。说吧，想说些什么？先问他好。我亲爱的詹妮，大人，用亲爱的是不是太过分了？英文写信对一般人的称呼都是这样，是礼貌，跟咱中国字男女之情不一样。哦。接着呢，还要说什么？自从分手之后，我时常想起他。有一次，我在甲板上，我走着走着，撞到炮口了。邓大人问我为什么走神了，我当时没敢跟他说，我在想你。哦，我说你小子怎么那次那么笨呢？你送给我的照片，我每天都看。我把它藏在枕头里，不敢挂在墙上，因为我怕弟兄们会笑我。哦，对了，我的伤口已经好了，但是留了一些伤疤。我很高兴有这些伤疤，因为每次我一摸到那些伤疤，我就能想起你在家中给我上药的情景，还有你听我吹竹箫的情景。我时常做梦
回到那个地方。有时，我看着天上的海鸥，我就想，我要变成海鸥就好了。我就飞呀，飞呀，飞过大海，去看你。人非草木，万物有情。就说这些吧，大人。好了，最后再说一句，要说，就说，我知道。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再见面，但是我不会忘记他的。好。对一个人的爱，不一定是要得到，而是要永远的留在心里。邓大人，您也是这样的吧？我好了，落款吧。你的，大卫。是他的。对呀，U 啊，你的，大卫。这为什么？这也算尊重妇女吗？这是英语的礼貌。不明白，我成了他的人了，还是礼貌？是你的，是我的。都是一些什么话呀？这么快就把你给打动了？是一个很诚实的信。你怎么不打开看呢？我其实不打开也知道里边写的是什么，无非是叮嘱、关心、好好学习、注意身体什么的，不会有什么意外的。一点感情色彩不会有吗？不会的，能来信对他来说已经是很不错了，我也很满足。这说明我在他的心里边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位置。他就是我的一个大哥哥。皇上的琴技大有长进呐！自从德国皇上送了这架扬琴，皇上就天天玩。皇上，该用早膳了。啊，端进来吧。蒸。哎，这平日早膳都是3只鸡蛋，这今天为何只剩1只了？皇上，您下过旨，
说要节俭宫中开销，这一只鸡蛋就要10两银子呢。哦，皇上，李中堂已在外等候多时了，让他进来吧。这，皇上，中国只要有了铁甲舰，才不会被洋人欺辱，才可保大清万代江山。这2艘铁甲舰一共要多少两银子啊？一共280万两。哎，如今市面上这鸡蛋多少钱啊？鸡蛋，1两银子800来个吧。啊？那朕这个鸡蛋怎么要10两银子一个？宫廷御膳内府采购，臣不很清楚。朕这就去禀报太后。李鸿章的折子我看过了，要买洋人的大兵舰，确实要花不少银子。如今不如前朝了，大清想挪腾出这几百万两银子，可是不容易呀。可如今不在海上摆上几条像样的兵舰，谁都可以随随便便的爬上来咬咱们几口。连小小的日本国都敢租条洋人的商船，装几门炮打上了台湾。要想看好这份江山社稷，也只好学洋人的办法，买些洋枪、洋炮、洋兵舰什么的。亲爸爸圣明。再过些年，你就要亲政了。大清祖训有个规矩，各代皇上，凡失寸土者，不得入列祖领位。孩儿牢记，凡失寸土者，不得入列祖灵位。中堂大人，从美国接回来的20名学生已经到达上海。你去起草个折子，把这些人分成3批，一批留在北洋水师，一批派往福建水师，让他们在海军尽其所能。这最后一批嘛，让他们去开办电报和铁路去吧。是。你去办件事，请中堂大人示下。去帮我打听一下内府买鸡蛋的事。清国に送り込んだ諜報員からの報告によると、新政府がアメリカから呼び戻した学生の大半が福建艦隊に入隊し、さらに唐西省を福建艦隊から北洋艦隊に転属させました。日本海軍の敵がますます力をつけています。邓大人，您昨天刚收到调令，今天就要走。你小子留在这儿，要争口气，别给我丢人。邓大人如我再生父母，您放心，我虽然是个无名小卒，但是我懂得如何做一个男人。当初我把你留在军舰上，就是相信我这双眼睛不会看错人。一个男人，不要因为身份的低下而瞧不起自己，也不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上等人的模样，去蒙骗别人。作为一个军人，能做到不赌、不嫖、不吸鸦片、不自私，战场上不逃跑，在当今这个朝代，你就算是一个好军人了。表下牢记。可我这一走，写信这事儿可得靠你自己了啊！英文要坚持学，
知识这东西，你不吃苦去学，你就是个无用的人；你下功夫学了，你就成了有知识的人了。自从跟了邓大人，我才知道怎么生活，怎么做人，怎么做男人。英国那边回信了吗？啊，前2天刚收到。珍妮也在学中文了，她信上都是用中文写的。真是太有意思了啊！这感情这东西实在是力量巨大呀。我昨天又写了一封给他寄过去了。你自个儿写的？啊。我还真难想象出你会写出什么样子啊！我用中文，用英文，实在表达不出来了，我就画画。反正他应该能明白。能让我说什么呢？男女之情，隔得又是那么远，一封信来回要半年多。写吧，其实你俩这信是自己写给自己的。中堂大人，这是内府的账目样本，是标下设法临摹下来的，其中处处有假。例如大人所说的鸡蛋一项，这市面上的价格为10个铜板1斤，那1两纹银就可购得800余个。这采购代件和商户相互勾结，入账时就变成40个铜板1斤，那1两纹银也就只能购得200余个。这采购太监从中得回扣30%，而进入内府管账太监之手时，则加价为1两银子10个。这内府从大内太监到上下人等层层分成，集体贪污，而皇上和太后足不出宫，无以知道宫外之实情。皇上也许不知，太后就未必是不知。表哥他们要回来了。要回来了，是已经回来了。太好了，他们在哪儿啊？今天早上是我去接的码头，约好了今天晚上过来吃晚饭。我们回来了！变成大姑娘了，越变越好看。吃，我要吃。小弟，这半年多，好像你们一下子都不是小孩了。那当然了，整整绕地球一圈，又是赤道又是北冰洋的，还差点到了南极呢。咱们当海军的，不想当爷们儿都不行。臣啊，李中堂来电，要小弟伯谦他们先回国去，你和林履忠、邱宝仁去德国。去德国？嗯，是去接收新的军舰吗？对，李中堂在德国订了2艘7300吨的大型铁甲舰，你们呐去验收，并把他们驾回国去。中国终于有大铁甲舰了7300吨呢，世界一流啊！威震东亚，扬眉吐气。来，干！有了这2艘大舰，中国才算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海军就是一支海上打击防卫力量，是一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海洋上作战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在岸边上窜来窜去，连海盗船都不如。中国海军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告别在海上任人欺辱的历史。明天，维多利亚女王也要亲临毕业典礼现场。真的？真的。我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
Attention! And the award for most outstanding student goes to Liu Bu-chan. Yes, sir! Congratulations, young man. I should thank my teacher and also your highness. Are you Chinese? Yes, I am. Oh, a massive nationality indeed. China is a great nation. And we hope that your country can rise above the devastation of the past. First, we need to make it a strong country, so no one bullied us. And we also hope that the situation of 40 years ago will not happen in the future. But how could it, when our countries entirely depend on each other for success? Also, there is a feeling. I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And with people like you, that future is entirely possible. The future that I can see has China on the rise. Thank you very much. Respectful Queen. 詹妮，小妹，想和你商量个事儿。我一直在到处找你，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要回国了。本来郭大人想留我在驻英公使馆，可是我想了很久，我的心在中国，那儿有我的亲人们，而且我回国后，我还可以在香港就职。舅公也在香港开了个商行，也有意让我回去帮着经营。而且，这次大哥哥他们也都毕业回国了，我更感到将来的孤独。我理解你，你的感情就在那里。你是我最亲的朋友，离开英国，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我也舍不得你，小妹。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去中国啦。是真的。你是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的？从听到他的时候，我的父亲的朋友是《泰晤士报》的总编，他们要在香港开一个记者站，正在招募记者，所以我报名了。太好了，我爱你，詹妮。我们要给表哥他们一个惊喜，我们要给全世界一个惊喜。孩子们 You are ready to take charge of the fleet. Once again, the world has its biggest warship. The Dynasty is in the front line. We all remember you. I hope you come back to be our consultant. Thank you. I'll think about it. Before I leave, there's something you should know. In the British Navy, there is only the rules. Captain of the ship, defeat to the last man. I remember. I will be the last man standing. All that's left for you to do is to learn to trust your own judgment. The world is a conflict place. There will always be fight. 我祝中国海军好运。从英国毕业回国时，我们充满了建立一支中国自己的强大海军的梦想。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灾难，距离我们的祖国已经越来越近了。薩津陳氷、彭八賢らも清国に帰国し、北洋艦隊に入隊しました。劉武仙らはドイツへ向かいました。新政府がドイツで注文した2隻の大型戦艦が間もなく完成されます。大型軍艦か。現在世界最大級の戦艦です。巨舰，真是巨舰！多年的梦想就要成真了。There are 4 main guns, Crumb 305mm. Any ship hit with these, and they'll be blown to pieces. These shells explode on contact, making them 10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any ordinary shell. This cannon. This is a 2-carrier torpedo, and the new ship will be completed. 小妹，表哥，你们怎么来了？我想办一次海鸥。海鸥？我们想搭这条船回国去。回国去？你们俩呀？我请公使大人写了封给你的信，特准我们搭船。好，咱们一起驾驶中国最大的2艘巨舰回国去。按照邓世昌先生的说法，我要在大海上找到哒哒哒哒哒跳舞的感觉。好，这回让你跳个够，3万里海路呢。来，给他们拿上行李。是。郭大人收到国内的来电，中国和法国已经开战了。啊？2国一旦开战，会不会影响咱们这2艘军舰回国的计划？公使大人也是担心这事儿，他让我特别叮嘱你们，说如有可能尽早走，怕万一德国方面有什么变化，就走不成了。我马上通知水兵做好出航准备。幸亏这次从国内调来了几百水兵，赶回去。如今我们也有大军舰，看谁还敢再欺负咱们。这大清刚安上几天呢，法国人又打进来了，先占了越南，又想占台湾，你说这仗该打不该打呀？啊，说话呀！太后，臣以为战则难以取胜，不如先答应法国人的条件，赔上些银子，暂渡难关，以图后起。启禀太后，李鸿章误国呀！李鸿章用了我大清上千万两银子，练海军、买军舰、造炮台。可是真到了国家有难之时，却赔款求和，天理不容。太后，李鸿章夸大法军实力，实际是自毁我大清国威。我大清乃是东方第一大国，有雄兵100万，1万臣民敬仰朝廷，敢为国家奋勇献身。别说他法国只有10几条兵舰，就是他全国人都来了，哼，每一人一口唾沫也会淹死他们。赔款求和，断渡可取。好了，你的忠心可嘉，但是洋人的大兵舰有多大的威力，我想你们这些当朝的大臣不会忘记吧？李鸿章，
你还有什么说的？太后，国家用兵不能只凭一时的忠勇，因为一旦战败，我们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和时间才能缓过来。目前的局面，战则无胜利把握，不如利用外交手段。如今中国就像一块肥肉，列强就像咬住这块肥肉的一群虎狼，其中哪个多抢了一块，其他的就等于少得一块。所以利用其利益之争向法国施压，以不战之力迫使法军停战，才是当前可行之法。我最担心的是法国人像当年烧圆明园那样，从天津大沽口爬上岸。臣早已将北洋水师布置在那里了。另外，咱们不是在德国新买了艘大兵舰吗？急令他们速速启程，回国参战。都准备好了吗？大人，镇远和济远回复我舰信号，他们将跟在我舰之后，顺序出港。起锚！法国人又打进来了。一旦战败，我们会赔更多的银子。李鸿章夸大法军实力，实际是自毁我大清国威。我最担心的是法国人像当年烧圆明园那样，从天津大沽口爬上岸。臣早已将北洋水师布置在那里了。咱们不是在德国新买了艘大兵舰吗？急令他们速速启程，回国参战。刘军们，港舰发来信号，准许离港，祝一路平安。通知镇远和济远。大人，镇远和济远回复我舰信号，他们将跟在我舰之后，顺序出港。起锚！接缆，拖车，前进一，绕动。刘军们，港舰发来旗号，命令我们停船。刚才不是已经发出准许离港的指令了吗？不知原因，只是命令我们退回原位等候。听状！皇上，李中堂紧急求见。让他进来。德国刚刚通报我国，说中法已经开战。德国作为中立国，不得向任何一方提供军事支援，因此，我国在那里建造的定远号及镇远号，以及新建的济远号，都被扣押在德国港口，不许回国。什么？那是我们自己买的军舰，我们为何无权调遣？国家不强，在谁那儿都无理可讲。亲爱的詹妮小姐，自从邓大人调到北洋海军之后，我就在薛大人手下干了。薛大人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人很好。现在法国军队正在入侵我的国家，邓大人在时给我们讲过，说西方人用大炮欺负东方各国，说到底还是为了抢咱们的财富。弟兄们，正后卫，法国人来了！瞄准！大人，打不打？发来总督大人指令，不许先开炮。中法早已宣战，可敌我舰队竟同泊一江，战事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先下手为强，与炮台一起突袭敌舰，一举歼灭。臣以为，与其拿银子赔款求和，不如拿银子作为军费与他们打上一仗。开玩笑吧，将士！
现在这2国正在打仗，这陆地上已经打得难解难分了，这海军怎么可以同步一个个？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看着？这简直太离谱了！这简直是太离谱了嘛！最起码也要把军舰分散到各个有利的位置，卡住出海口，抢占主动嘛！咱们赶紧上奏朝廷，请求南下支援。不过，李中堂把我们留在北洋，就是担心法军从大沽口进攻。也不知道步禅他们怎么样了。再早一天都开出去，一到公海上，谁都拦不住我们。这下子可耽误大事了。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咱们孤悬海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等于是被囚禁着。如果我们强行冲出港去，他们能怎么样？敢开炮打咱们？派军舰拦咱们？这儿是外国的领土领海，一旦发生冲突，后果不堪设想。是的，德国人都很死板，说好就照着去做，没说好就一定会组织。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是德国人，很死板，很严谨，吃饭都要做的，比着吃。德国的理由是中法正处在战争状态，而他们呢是中立的态度，不允许中国人驾着中国的军舰回国参战，是吧？正是。那咱们能不能在这个上面钻他的空子？那你倒说说，有什么空子可钻啊？假如现在我们把条件给它变一下，那德国方面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种思维呢？怎么变？他们认为中国人驾着中国的军舰回国是参战，影响了他们德国中立的身份。但是，如果是德国人驾着这2艘船开出去呢？找一些理由雇佣德国船长，比如詹女的朋友的爸爸之类的。有门啊！这样一来，这就变成了一种商业雇佣关系了。这船是咱们买的商品，雇佣航运公司从卖方运回买方。咱们得好好商议一个方案，这里边涉及到一大堆法律条款的。我的德国的朋友的爸爸也有当律师的。你朋友的爸爸们真是太可爱了，咱马上就干，把这个计划报给公使大人，协助他们。大人，法军在这儿已经这么多天了，咱们的炮口顶着他们的炮口，这么近，谁先开炮，谁准赢。是啊，就这么熬着，人都快疯了。万一谁先打起来，甚至是走了火，都会马上爆发一场大战。谁晚一步开炮，谁就会被击沉。那大人，这朝廷在想什么呢？知道咱这儿那么悬吗？听说，朝廷正在和法国人谈判。Gentlemen, we are leaving tomorrow.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stipulation of the contract and the navigation process, those 3 ships will be on my side. You have the power of supervision, should not be interfered. No problem. I agree with you.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ll of our crew members will be served Western food,
and also have a day off during the week according to German labor standard, and off duty on the national holidays. Okay. No problem. According to the plan has been submitted to the ship. I apply for clearance. 先生，港监发来旗号，同意您船出港。祝顺风。Set sail. 还有300米就可以出港。Ladies, gentlemen, we have to leave the port. Distant voyage has begun. 太好了，詹妮，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朋友的爸爸们，谢谢。现在就看福建水师能不能坚持住了。大卫，有什么动静吗？大人，没有动静，只是有一只咱们的小艇开到了敌舰旁边。哦，那是奉总督大人的命令，给法军送去了当地的特产和食品，以庆祝光绪皇上的生日。这么说，这仗是打不起来了。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总督大人不知道，皇上不知道，太后也不知道，只有天知道。Commander, the envoy sent an urgent mail to you. Read it. The French government thinks that they should give China a heavier attack so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y pay a higher compensation to you on the negotiation table. Hence, order you to prepare the attack immediately and set sail to the Fujian Navy and prepare attacks immediately. 法国人一面愿意跟我们和谈，一面又攻打台湾，现在呢又入侵马江，拿我们大清不当个东西，现在逼得我不得不打呀！我可不愿意大清的江山在我这儿丢了，打就打到底。太后英明。开战可以，但是不可以先开炮，免得法国人得了理。詹妮小姐，今天是第40天了，我们一直这样与法国军舰停在一起。上边传下来太后的圣旨，决定以法国开战。但又不许先开炮。我是个兵，不懂国家大事，但我觉得太后一定是老糊涂了，因为我们这双方紧挨在一起，谁先开炮，谁马上就会把对方击沉。太后让我们不许先开炮，那不是还没打就已经死定了吗？这个老糊涂。算是把我们坑了。大卫，你在写什么呢？大人，写信。是啊，昨天我也给家里写了封信，就算是遗书了。遗书？大人，这仗还没打，您怎么就写好遗书了？这仗还没打，
就已经输定了。刚才总督大人派人去给法军送上了一封开战信，约好后天下午2点正式开战，请法军做好准备，同时开战。我也算是去过美国，走过大半个地球的人了，就从来没见过如此离奇的战争。在这么一群蠢官的手底下当差，你说，咱们还能活下来吗？ Dear captains, the French government has given the command to us to destroy the Fujian Navy. We will launch the attack tomorrow. Each ship has assigned a clear target and must destroy it in the first round of artillery. Commander, China sent us a declaration of war. We have been challenged to a war on the day after tomorrow at 2 o'clock. What is this supposed to mean? It must be a conspiracy. They're gonna let us wait. They want us to be prepared. Wait for the day after tomorrow battle, and then they will attack. They treat us like a kid. We stick on our plan and start to attack tomorrow morning. Darin, 你看，发信后给我军各舰准备战斗。是。起来了，起来了！上炮位，上炮位！谁让你们准备战斗的？啊！是我，大人。您看，法军已脱掉炮衣，正在瞄准我舰。那又怎么样？朝廷早就有令，可以开战，但不可以先开炮。就算是打起来，也得让他们先开炮。大人，敌我双方离得那么近，根本不用瞄准，谁先开炮谁就能胜。既然朝廷已经下定决心，准备打了，总督大人又向敌舰送去了开战书，为什么不抢先开炮，打胜仗呢？你是干什么的？我是炮手。炮手？你一个小卒子也敢抗拒朝廷的圣旨？吃了豹子胆了？来，给本少爷抓起来！我为了中国不打败仗，有什么罪啊？什么罪？那本少爷就告诉你，这大清国是朝廷的，不是你这等草民的。先开炮还是后开炮，能由你说了算吗？大人，事情明摆着，法军已经准备开火了，我军万万不可犹豫，必须抢先开火，只有这样，我军才有获胜的可能。薛有福，你在美国读了几本洋书，就把祖宗的诚信2字给丢光了。我大清那是天朝，仗要打得堂堂正正，说好了明日下午2时开战，就言之有信，让洋人感觉到我天朝的威严，不战也可以征服对方。对侵入我国领土的敌人，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大人，敌舰正在起锚。大人，这是准备进攻的行动。大人，敌舰各舰已经收火，来不及了，各方就位，装填实弹，准备战斗，瞄准敌舰。大胆！薛有福，你敢扰乱军心！来人，连他一起给本少爷就地正法！斩！林大人，总督大人有令。什么令？命您派一艘小艇，把这封信送给法国人。总督大人说，由于我军岸上炮台的弹药还未配齐，明天来不及开战，特请法军给予理解，将开战的时间再推迟1天。好，推迟1天好。
派小艇把这封信给法国人送去，好好跟他们商量商量。是。天底下有病死的，有饿死的，有被杀死的，千千万万种死法，没见过笨死的。朝廷能派出你们这种傻瓜来指挥打仗，中国不打败仗都见鬼了！住嘴！死到临头了，你还敢辱骂朝廷？呸！就你们这个腐败的朝廷，早晚会把中国带到绝路上去。骂得好！才以小兵一心报国，竟遭你这个小人陷害，我们全毁在你们这群笨蛋手里！斩！斩！快斩！快斩！ Look, a Chinese torpedo ship is coming to us. They start to attack. 快斩！薛大人，再来一炮！Within the last 30 minutes, 11 Chinese warships sank.
鸿章，臣在。咱们的铁甲舰呢？大人，前方发现珊瑚礁群，到万里食堂了。咱们已进入中国的领海。詹妮，詹妮，詹妮，快到中国了！你看见没有？那儿，那块暗沙，那儿就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中国古代汉朝时叫齐头，宋代时叫万里食堂。从这儿算起，咱们就进入中国了。到了大陆会更美的，地里是黄黄的油菜花，江中飘动着白帆，水田地里是慢腾腾的水牛。到了家里，咱俩还住一个屋。大人，镇远在发紧急灯光信号。刚从外轮得到的消息，福建水师11艘舰船全部被法军击沉。福建水师是他那里吗？鸣炮！中国的铁甲舰回来了！前面就快到福州了，咱们离开了4年的家乡。回舱吧，收拾一下东西，该下船了。请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大卫，现在可以用汉语和你说话。我坐了很远很远的海线，我赶到了，但是太晚了。我对不起，我对不起。到家以后，好好陪陪他，出去散散心。我们原本打算再玩2天的，可是现在
只好转船先去香港。你们的船还要开到威海去吗？是的。见到邓大哥，把这封信带给他。舅公会来香港接我们的。我军务在身，就不能送你们了。爱护好这几条大船，争口气。就冲着这水底下11艘舰船，还有这700多名将士，老子也得争口气。马江一战，我堂堂大清水师，竟不到半个小时就全军覆灭，连一艘敌舰都未击沉。要不是冯子材的陆军在镇南关打了个胜仗，我大清不知道又要赔多少银子，失多少国土。你们倒是给朕说说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禀皇上、太后，此战我军以11艘军舰，法军不过才7、8艘，相差并无悬殊。本应先发制人，与炮台一起痛歼法国舰队，可是我军一拖再拖，痛失战机，其中责任完全是因为李鸿章推行什么洋务外交，企图让洋人出面制止法军的入侵，完全是异想天开，鱼虎母皮。李鸿章手握北洋水师兵舰，坐视福建水师危难，拒绝南下相助，实属临战畏缩，俺大清军规当斩。禀皇上、皇太后，可否记得臣战前所言？法军用的全是铁甲舰，福建水师全是木质船。法国海军是世界第2的海军，有几百年的海战经验。至于北洋水师没有南下相助，更是毫不懂得战争之理。法国在远东仍有10余艘战舰，一旦突袭大沽口，兵锋直指京师，威胁皇上、皇太后的安全。好了，马江之败也有我用人不当之处，临阵脱逃的那些总督什么的，都已经全部拿下。与其说在这儿窝里斗，倒不如按李中堂的说法，抓紧时间，力图自强。不管怎么说，今后再有打仗的事儿，务必要慎重从事。谢谢瑞大人，给李鸿章一个表述的机会。中堂大人，如今深得太后的欣赏，不过天有不测风云，今天照到你头上呢，也许是暖洋洋的太阳，可是明天也许就是霹雷了。不错，有阳光就有阴云，有阴云就有霹雷。问题是，霹雷会落到谁的头上？天下人都知道，中堂大人那点洋枪洋兵舰，可是花了大清的不少的银子。中堂大人可是捞足了油水呀。再往下，还有什么洋玩意儿要弄进来呀？还偏偏让瑞大人说对了。近日就有一批洋人以海军顾问的身份就职于北洋海军。哦，那就恭喜中堂大人了。与洋人搭伙，那就
更好向皇上要银子了。哼，请。我的孩子们，我又回来了。迈克先生，我们一听说有杨顾问要来，大家就猜到底是谁呢？我们一猜呀，就是您，因为您是中国海军的老朋友，李中堂一定会请你的。可不是嘛，迈克先生是我们海军学院的老师，一起带我们上舰实习，又走遍了全世界。如今咱们都当上舰长管带了，那当然还是迈克先生来当我们的顾问最好了啊！我教了你们那么多年，真的有很多感情。能在迈克老师的指教下，我北洋海军定能越发强大。小家伙，这次我要给你交上一批作业。作业？我要老师给我打分的，看我能不能及格。啊，我忘了，这次我给你们带来一个人。哈哈，洋胡子 ！How are you, friend？ 你怎么来了 ？Well, come here. Come here, eh? Mr. Charlie asked me, do I want to come to China? I says, of course I want to come to China. Of course he asked why. I says, I want to come to China, wrestle with little brother. But I won't be having another competition with him. Oh, he drinks like a bloody fish. Ugh. It's just too scary. 走，咱们先去休息一下。Let's go。不，最重要的人还没有出场呢。还有谁呀？你们猜一猜。谁呀？先生们，让我们欢迎最尊贵的客人吧。小美，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麦克他们先来的香港，我和詹妮去接的。有搭船的机会，我当然要过来看你们了。哦，对了，詹妮本来也想来的，可是她的工作实在走不开。哎，她现在啊，在《泰晤士报》驻香港站就职了。现在，咱们这群人又凑在一起了。走。不，请再等一下。还有客人啊？嘿嘿，我去看看还有谁藏在里边儿。去。启禀邓大人，刘军门下来帖子，请各界管带赴宴，为杨顾问洗尘。放那儿吧。帖子是专人送来的。不就吃个饭吗？还把专人送啊？放下让他走吧。邓大人，标下不敢让他回去。为什么呀？启禀邓大人，刘军门下来帖子，请各界管带赴宴，为杨顾问洗尘。放那儿吧。帖子是专人送来的。不就吃个饭吗？还把专人送啊？放下让他走吧。邓大人，标下不敢让他回去。为什么呀？5年不见，邓大哥别来无恙。都说今天有一个洋务顾问要来，没想到是一位千金大小姐呀！来，快坐，来坐。邓
邓大哥就住在这么个斗室之中啊？北洋海军章程规定，这舰长必须随时出舰。谢谢。听不禅说，你去了新加坡。常来往于新加坡和香港，这次正好赶上迈克尔他们乘船北上，我就搭船过来了。过2天还要搭这艘船回广州去。这么大老远来，多住几天呗。是啊，你们这群大哥都在北洋海军，我也挺想过来看看的。这群大哥就你一个小妹，都关心着你呢。怎么样，你跟詹妮都过得好吗？詹妮现在在香港工作，舅公也在香港开了个商行，让我帮着管理。非常好啊，你开创了先河，实属不易啊！一定要坚持做下去，干出一番成就。我刚才看见邓大哥自己洗衣。啊？事成自入海军，都是自己洗衣啊。你为何不让水兵去洗呢？水兵是军人，军人是由国家出钱滋养，为国家效力的，自己的私事无意占用水兵去做。这恐怕整个北洋海军也只有你是这样吧？有呢，小弟林永生他们都是这样。这不只是区区小事，是养兵之道，是为官者自修之道。和平时期，官骄气了，必定堕落；官堕落了，兵必然懈怠。战事一起，必然怕死。不过，兵将勇敢就一定能打胜仗吗？马江之败不就是个例子吗？马江一战，兵不是不勇，将不是不战，有很多人都是拼到最后，随舰船沉没的。这其中也包括我的大卫兄弟。听说詹妮去那儿看过，是吗？他们俩这段感情既传奇又短暂。他当时确实挺伤心的，不过现在已经过去了。西方人的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像东方人，一旦爱了，就会很深，很久远。我常常想起那个时候，我和詹妮一起坐在英国草地上盼信的情景。每天早晨，我都默默地对自己说：今天，就今天，信一定会来的。可是等到晚上，也没有来信。那种失望中又带着新的期盼的感觉，真好。直到终于等到来信了，我们俩就一起坐在草地上，一起读，一起笑。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真幸福。幸福就好。有时候啊，梦想比现实更有意义。我也有同感。听不禅说，舅公给你提了几门亲事，你都没看上。或是碌碌无为的庸才，或是口若悬河的书生，要不然就是只认金钱的商贾。可是年华不待，还是应该早日成婚，也让你舅公早日安心啊。舅公从小把我带大，我的亲事就是他最大的心愿。只是一直没有遇到像邓大哥这样有魅力的男人。
石昌仅是一介武夫，也有很多缺陷，尤其心境耿直，性情暴烈。为军人呢，尚算优秀，但要为人处事，那就不得势了。所以，万万不可以市场为楷模，误了小妹的年华。年华是上天的，感情是自己的。谁让我出了洋，见了世面？中国女人世世代代像牲口一样任人欺凌。最起码从我开始，我要做人了。小妹所言极是，改变中国臣服落后，当从我辈做起。非常感谢小妹千里长途前来一见，时常一切都幸运了。这次千里北上，一是为了见一见你们，还有一件事，就是要带给邓大哥一样东西。东西？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邓大哥曾说过，平生最爱良犬。当年时常一句随意之语，竟让小妹记这么久。邓大哥常年铸剑，就让他来陪伴你吧。晚上别忘了赴宴。回去。小妹，她叫什么名字？你就叫她太阳吧。太阳。老师，你为什么每次点头？难道我写的字都写的这么好吗 ？Very good。一个洋人能把字写成这样，实属不易。我的字还差得很远。迈克尔先生，写毛笔字在于追求那种神气，至于笔下写成什么样，完全是随心所欲。随心所欲，你说得好，我懂这个意思。迈克尔先生，我真的没想到您竟然这么好学。这是对的，是一个海军军人必须要做到的。不爱学习的军队，早晚被爱学习的对手消灭。Loads. Aim. Stand clear. Stand clear. Fire. Fire. Port. Port.
Starboard. Starboard. You, stand up. 瞄准，这么说。中间这么说。Starboard. 右旋呢？ Everybody up! Stand up! Stand up now! Stand up! Look at me. Follow me. Load! Load! Aim! Aim! Stand clear! Stand clear! Fire! Fire! 这洋人还真有两下子，把英语编成了体操，弟兄们这下子都容易记住了。Port! Port! Starboard! Starboard! 下个月就是咱们的建军大典了，到时候让各舰全都用英语下令，让朝廷上的人都开开眼。到教员那天，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啊！刘报，快！邓大人，刘军门来了。师长，你还亲自训练啊？陪弟兄们一块练一下，也要知道有什么不足。下个月，咱们北洋海军要举行建军大典，到时候会有不少朝廷要员和各国使节前来检阅。丁军们叮嘱，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而检阅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实弹打靶。我想由你的致远号来主打。承蒙刘军门器重，敢不从命？只是有何顾虑啊？各舰管带都是毕业于英国海军学院的高材生，而我只是在舰船上实干了几年。你放着这么多高材生不用，让我来主打，实为不妥啊。虽然唯有你没有出洋留过学，但是论驾船的经验，在咱们北洋舰队，谁敢不服啊？现如今，在咱们舰队实习打靶中，又是你致远号百发百中，名列第一，这就更加说明，只有你邓大哥，才是全舰队最优秀的将才。刘军门这一通吹捧，时常心里不安呐。啊，哎，咱俩现在可不是从前的同学关系，咱俩是上下级关系。既是军人，当从军命，那就由我舰来主打。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有个条件，尽可说出。既然由我舰主打，那靶船也要随意流动。我舰要在高速行进中进行射击，打活动靶，又加上高速运动，那会大大降低命中率啊！如果只是打固定靶啊，耍花样子，哎，哄那些什么都不懂的朝廷要员也就罢了。刚才你可说了，有那么多的各国使节。他们可不好弄。我要打，那就得打出真本事来，在世界面前壮我海军军威。好吧，听你的。不过，我刚才说可以放心这句话，可就要收回来了啊。即使打不好，那也得真打。到时候打起仗来，可全是真的。
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全体将士，请中堂大人见礼。定远铁甲舰管带刘步蟾，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镇远舰管带林泰登，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济远舰管带方国谦，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抗击舰管带萨振兵，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靖远舰管带叶祖圭，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靖远舰管带李永生，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来远舰管带邱宝仁，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超远舰管带黄建勋，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杨梅舰管带林立忠，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王甲舰管带吴金荣，毕业于美国瑞萨里尔理工学院。定远舰鱼雷大副于振鹏，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济远舰大副沈寿成，毕业于美国诺维奇中学。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家祥，毕业于美国哈特福德高中。黄甲舰大副宋文慧，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司令。中堂大人，下面开始演练阵法。现在是双列纵阵，是以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为先锋，破敌之法。其优势是利用2艘铁甲舰的8门巨炮对敌实施轰击。下边是一字长蛇阵，以定远、镇远居中，左右展开成一字横阵。其特点是可充分发挥2艘铁甲舰的前主炮优势。汝昌，下面该看什么了？中堂大人，下个科目是实弹打靶。你们是如何计算这成绩的呀？按照海军惯例，海上打靶命中率达到10%即为及格，达到20%即为优秀。Everybody, ready. Start clear. Aim. To fire! Fire! 定远命中。镇远命中。近远进实弹。近远命中。来远进实弹。超勇命中。杨威命中。共18炮，命中11炮。按照你刚才的解释，早已是超过优秀了。是的，全托中堂大人的栽培。下面该什么了？下边这项最为艰难。为何？下边是在高速运动中连续射击运动中的靶船。
这就好似实战嘛。正是，这在世界海军惯例中，10炮命中1发，极为优秀。是哪一艘舰出列主打？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发信号，让志愿号出击！全速前进！前主炮瞄准！放！第1发命中，首发命中，不易呀！继续射击！第2发命中，后主炮瞄准！开炮！命中！第3发命中，开炮！第4发命中，第5发命中，第6发命中，第7发。哎呀，进实弹！开炮！第8发又命中了，好样的！命中！第9发命中！命中！第10发命中了！10发，命中9炮，赏银。定員と遅延は7300トンの世界最大規模戦艦です。そして遅延、経延、船延、来延は高速巡洋艦です。その他兵延、潮遊、揚位、航海と水雷隊もあります。合わせば北洋海軍の実力は日本をはるかに上回ります。日本海軍の実力を北洋海軍並みまで向上するためにはどれぐらいかかるのか。我々の計画だと5年はかかります。しかし海軍を増強する予算が国会の承認を得ていません。我ら募金しよう。まずは皇室歳費から30万を出し、そして全国の官僚に恩給を寄付するよう呼びかけるのだ。すべての募金を軍艦の建造に投入し、新海軍に追いつくために使う。按照李中堂的要求，我北洋海军今后每年分春秋2季2次巡视中国领海，沿丹东、旅顺、威海，经东海至钓鱼岛和台湾，到达香港，然后沿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到达南海的万里石塘。到达南洋后，出访吕宋和新加坡，让南洋的华侨们感受一下咱中国海军的军威。最后，按李中堂的旨意，访问日本，让咱们这位邻居见识一下什么是实力。
丁军们，李中堂的意思不言而喻，是想让日本看到我北洋海军的实力，而不敢再动犯我中华的念头。而这偏偏错了。日本看到我们的巨舰不会仅仅被吓住，而会产生强烈的刺激，拼命发展自己的海军。儒释道从来就是蔑视弱者，崇尚强者。一旦发现自己处在劣势和弱者的位置，要么拼死相争，要么切腹自尽。所以，我们以强大的舰队出访日本，可能会引发相反的效果，如同在一只饿狼面前展示肌肉，引来的是他更强烈的食欲。不过，通过出访，咱们也可以摸摸他们的底。兵法上最强调的就是要知己知彼。毕竟两国是邻国，而且有这么多年的交往。是啊，这日本海军中还有不少都是咱们的老同学嘛，双方多一些交往，也会增加和平相处的可能嘛。诸位的意见都是真知灼见，咱们还是先按军令执行吧。各舰生火，准备出航。对。山県内務大臣が中国の居城と日本の標識を立つ提案を出しました。そうすると秦国の体に魚を刺すのような典型的な牽制になるからでございます。しかし我々は何年もかかりたくさんの手段を使ってきても魚釣島は日本のものである証拠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それだけではなく収集した資料や古書、公費、文物は全部魚釣島は真のものであると示している。日本人が100年以上前に描いたこの地図でも魚釣島や関商、交尾商は秦国のものであるとしている。山県は島にとりあえず標識を立つと提案しております。真に気づかれなければ標識は居城島は日本のものであると証明してくれます。気づかれても領空を取った時のように講義を受けるだけで済むかもしれません。何十年も経てば自然に日本のものとなるでしょう。腕づくまでまだ時ではない。秦国は今新海軍を作ったばかりで、その強さも恐ろしいものだ。邓大人，我舰队已驶入钓鱼岛海域。记录下来。上午10时，我舰驶过中国领土钓鱼岛，岛上一切正常。邓大人，您是第几次来钓鱼岛了？那可数不清了。当年在福建水师的时候，就经常在这一带训练巡航。那次日本兵船入侵台湾，若不是朝廷所阻，早就用大炮教训他们了。咱们这个邻居啊，向来是吃硬不吃软。朝廷以为退让和外交周旋可以让他们老实相处，看来只是一厢情。他们不在自己的地方好好待着，干嘛总想出来占别人的地方呢？世界上的岛国多了，
可不是每个岛国都喜欢对外侵略。日本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咱们可不能小瞧了这个岛国。刘军门，尖岛舰致远号发来旗号，钓鱼岛一切正常。好，发旗号，全舰队转向台湾。今天请各位来，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件大喜事儿啊！这几年，陈会长心头最大的事就是恋爱陈小姐的婚事了，莫不是定下亲家了？那还没影的事儿呢。那您说的这个大喜事又从何而来呢？这件大喜事儿啊，是从海上来的。海上？咱们中国的北洋海军的主力舰队马上就要到新加坡来访问了。有多少艘船呢？听说有8、9艘呢，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军舰呢。这下好啊，可长了咱们华人的志气了。咱们华人在海外总被人瞧不起，这下让大家看看，咱们也有这么强大的海军了。大哥呀，这事儿啊，咱们得好好的张罗张罗，让咱们的中国海军啊见识见识咱们南洋华侨的热情啊。今天请你们来啊，就是商量接待的事儿呢。咱们就主要负责筹款和各方周旋，让小妹来负责接待。我昨天已经给她发了电报，她可能今天已从香港上船了。我想啊，最好再给她配个助手。哎，就请林会长的二公子怎么样？我看好。我看这孩子呀，聪明伶俐，外交上啊没问题。哦，那就太好了啊！我老是听说林会长的二公子一直在美国读书，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没问题，他呀明天就到新加坡了。哎呦！小姐，请慢下。谢谢。来，拿着。穆学大人，出人命了！你凭什么打人？他们没有传票，是偷渡，是罪犯。先生，老人家，你没有传票？没有。大人，我们家乡遭了旱灾。遍地都是死人，我的儿子和媳妇都饿死了，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想逃到南洋去谋生。他们的船票我买了，把他们带到他们的铺位去吧。可以，不过什么？先生。您刚才犯了妨碍公务人员执法罪。什么？必须交纳罚金，否则。有点意思啊！我要逮捕你！先生，请您放开他，放开他。
你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但是你却已经很危险了。什么叫很危险了？你身为执法者，却已经2处违反法律了。我怎么违法了？这是一艘英国船是吧？大英帝国在法律中规定，在执行公务时，执法者不得以暴力手段殴打当事人。当有人出面制止你的违法行为时，你却以法律的名义进行敲诈钱财。如果上法庭，我会出面作证的，而你呢，将会被解雇，失去饭碗。幸亏刚才那张钱你没有拿到手，否则就既成事实了。站住！刚才你已经收了补票的钱了，你有责任带这2位客人回船舱休息。走。不用谢，大爷，没事，没事。拿着啊。谢去吧。谢谢。哎，小姐，谢谢你了，小姐。没什么，也谢谢你了。哎呀，我的孩子，你可算回来了！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都在想你呀。您可别自己不爱惜自己，您身体好，我才开心呢。小妹，快坐下歇会儿。哎呀，舅公这下半辈子的心里啊，就惦记着你了。对了，这次啊，我又给你约了2门亲家，这回头你也去看看啊。我这回不是来接待表哥他们吗？接待表哥他们的事儿，那有大伙一块儿帮着，不耽误相亲的事儿。昨天我们都商量好了，再给你派个勤快的助手，他主要负责这个车马食宿这些杂事儿。听说今天也就到了。啊，小妹啊，这自古都是长辈办儿女定亲家，到了你这儿，一出洋留学，要自己做主了，再挑就耽误了。真要是把你耽误了，我怎么对得起你的父母亲呀？舅公，您就放心吧，有合适的，我自然就会办了。我前一段啊，专门去拜访了八字先生，他说你是属虎的，跟这个属马和属狗的最为般配。我想了想，可不是嘛。以前给你相过的亲，没有一个是属马属狗的，怪不得你看不上，这天缘不配呀。都怪我，以后再给你找啊，还真得注意这2个属相的。这哪能信这个呀？人跟人是不是相合，是要看有没有感情。行了，舅公，您先歇着吧，我上去换件衣服。好。老爷，林会长的公子到了。快请进来，快请进来。小妹，等等。来，你去见一下你的助手。他这些天不是要帮你办理接待的事儿吗？有什么具体要求，你就只管让他去做啊。来，好，谢谢。这位就是林会长的2公子